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泰国一起分尸案，年轻女凶手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作案使用的凶器被做成了纪念品销售，引发了大量抢购。凶手所穿的衣物成了时尚潮品，被买断货。警员也如粉丝般争相与其合影。凶案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用爱水滴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泰国。2017年的5月25日上午，在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府，一名农夫像往常一样准备上山干活，在经过一片树林时，农夫突然闻到一股类似肉类腐烂的恶臭味。与此同时，一旁的土地好像不久前被人挖开过，恶臭应该是从里面发出的。农夫的好奇心上来了，壮着胆子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挖开了泥土。没一会儿，一个橡胶桶就显露了出来。桶里装的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臭味正是从袋子里发出的。农夫打开袋子往里面一瞧，瞬间不寒而栗。袋子里是一个双手被切下、腰部被斩断的人体尸骸。农夫吓得不轻，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的警员和法医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发现死者是一名女性，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肿胀，无法辨认死者的样貌。不过，因为尸体身上有2处纹身，这种特征还是很明显的。警方很快就通过这一线索查出了死者的身份，她的名字叫做维利萨拉，案发时23岁，来自曼谷，在一家 KTV 工作，3个月前刚刚结婚，丈夫是一名建筑承包商。警方很疑惑，一个23岁的妙龄少女怎么会死在荒郊野岭之中？随即开始对维利萨拉的死展开调查。一般呢，这类年轻女性死亡的案件，情杀的比例很高。而维利萨拉刚刚结婚3个月，警方发现，由于丈夫从事建筑工作，常常需要在外地出差，不能陪在妻子身边。维利萨拉在工作的 KTV 就找了一个同性的情人，与此同时，还会给客人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而这些事儿，丈夫是有些耳闻的。当警方了解情况后，最初判断维利萨拉的丈夫跟情人都存在着作案的可能，整个案件也被打上了三角关系的情色案件，被媒体大肆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警方很快就把同性的情人与丈夫都带到了警局询问，情人这边很快就排除了嫌疑。在案发之前，当情人联系不上维利萨拉后，就主动给维利萨拉的母亲打过电话询问情况。当母亲也表示不知情后，同性情人立刻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报告了维利萨拉失踪。这也是警方在发现尸体后能快速确认身份的原因。同性情人基本上可以排除嫌疑。而维利萨拉的丈夫在妻子失踪遇害期间一直在外地与工友在一起，他也不确定妻子在外面的放荡行径，还是在案发后如梦方醒的知道妻子在外面玩的有多过分。显然，丈夫也不具备作案的理由和时间，不是同性情人，也不是丈夫。警方的调查一时陷入了困境。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又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他这么残忍的伤害维利萨拉呢？警方着手调查维利萨拉失踪前的踪迹，发现从失踪到遇害前，维利萨拉的银行卡有多次的转账记录。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便利店旁的 ATM 机前。顺着转账这条线索，一个名叫比亚努的24岁女性走进了警方的视野。维利萨拉在 KTV 工作之前，在一间酒吧担任女公关，期间结识了大她1岁的比亚努。2人最开始时相处十分的融洽，有很长一段时间形影不离。当维利萨拉缺钱时，还从比亚努那儿借了4万泰铢。可是比亚努性格比较高调乖张，维利萨拉生活中偏内向稳重，性格的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差别很大。2人因为琐碎小事时常发生争执，慢慢呢，2个人的关系就有了一些间隙。原本要好的2个人逐渐变得势同水火。维利萨拉一直没还欠比亚努的钱，从酒吧离职到 KTV 工作后，甚至2个人干脆就不再联系了。这让比亚努认为维利萨拉根本就不想还钱了。同时，比亚努在酒吧工作期间交了一个做白粉买卖的男朋友。在2016年时，男朋友由于被人举报，让警方逮捕了。比亚努一直认为，就是这个曾经的好姐妹维利萨拉向警方告的密，男友才会被抓。这些线索让警方觉得比亚努有很大的作案嫌疑，随即出动警力来到了比亚努工作的酒吧。酒吧工作人员表示，比亚努已经有几天没来上班了，这个时间与维利萨拉失踪的时间非常接近。与此同时，就在近期，与比亚努交往甚密的3个女性朋友，一个男性朋友同时消失不见了。警方认为这5个人都可能与维利萨拉的死有关。
案件错综复杂，警方紧急发布了通缉令，寻找几人。这起案件也随着通缉令一起引起了泰国民众的关注。几天之后，一名嫌犯就因为承受不住心理压力，主动的投案自首了。在泰老边境，又一名嫌犯被抓获，2名嫌犯都是比亚努的好朋友。他们向警方供述，维利萨拉被分劫掩埋，主谋正是比亚努。而此时的比亚努已经跟另外2个朋友逃到了缅甸。泰国警方马上跟进，与缅甸方面交涉，全力缉拿3人归案。不过警员也知道，铺天盖地的新闻，比亚努早就知道行凶败露了，逃到了国外。如果真的想隐匿起来，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太困难了。可没几天，缅甸方面就将比亚努3人给逮捕了。原来跑到缅甸的比亚努与朋友根本就没想着躲起来掩人耳目，甚至是精心打扮，和同伙大摇大摆的在缅甸当地的商场逛街买东西，很快就被摄像头捕捉到，被锁定抓捕，当天就押送回到了泰国。随着比亚努的被捕，关于其作案的细节很快就被公布了出来。由于维利萨拉欠比亚努钱，根本就是不想还了。比亚努的男友因为白粉的事被抓，实际上这个买卖比亚努也有参与。他怀疑就是这个昔日的好姐妹举报，男友才身陷囹圄的。新仇旧恨让比亚努一直耿耿于怀。时间来到了2017年的5月24日，比亚努决定教训一下维利萨拉。他纠集了4个朋友配合自己作案，因为维利萨拉是在 KTV 工作，也经常会陪男客人出去过夜，所以当天晚上，比亚努就让自己一位男性朋友给维利萨拉打电话约他见面。维利萨拉也没多想，以为是熟识的客户约自己，确定好见面的地点后，很快就答应了。比亚努一行5人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当天的凌晨，维利萨拉到地方后，一辆车出现在面前，很快将他绑进了车里。然后比亚努现身，开始打他。维利萨拉一看到比亚努就知道情况不对，开始拼命的反抗，可寡不敌众，很快就被摁在了座位上。比亚努觉得昔日闺蜜不知好歹，也不求饶，下手更是重了几分。车内其他4人不知事态的严重，没有插手，就眼睁睁的看着维利萨拉被勒到窒息，死在了车上。眼见人死了，现场的5人并没有担心和害怕，反而一起商量起对策。作案的车辆在城市中转来转去，比亚努最后提议，要不然就将尸体分解之后埋起来算了。5人达成共识，找了几家店面，买齐了黑色的垃圾袋、橡胶桶、锯子，在郊外找到了一个度假民宿住下，将维利萨拉的尸体放进房间浴室后，比亚努毫无心理负担的将维利萨拉肢解，先是拦腰斩断，又卸下胳膊。几人一起将尸块装进袋子后塞入桶中，用了1个多小时清理现场，全程没有一丝害怕忏悔。当处理完毕，在场的几名女性还在分尸的浴室中不慌不忙地洗了个澡，化好了妆，把属于维利萨拉的财物搜刮一空后，带着尸体驱车离开了民宿。一行人来到孔敬府一处人烟稀少的树林，将装有尸体的橡胶桶埋了后就离开了。作案前呢，比亚努和朋友只是想着好好教训一下维利萨拉，没想到太冲动，手太狠，把人弄死了，干脆就1不做2不休，把人处理了。可几个人也都知道犯的事儿不小，维利萨拉人不见了，用不了多久事情肯定会败露。5人就四散奔逃，一个在泰国当地隐匿起来，一个过境老挝，3个去了缅甸。本来计划的都挺好，天南海北的，不曾想5个人前后没超过5天都相继落网了。原本呢，这样一起残忍的伤人分尸案，随着5名主犯的被抓，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案件在接下来的调查、侦办、审理的过程中，各种荒诞的剧情相继上演，使得这起案件成为泰国乃至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比亚努被捕了，更多的个人信息被扒了出来。24岁的他年轻靓丽，是酒吧的女公关，工作内容同样涉及成人服务，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他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发布动态，日常风格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自拍和炫富。他会展示自己的满背纹身，一沓一沓的钞票，疯狂炫富。日常购买的各种奢侈品，社交媒体上呈现出一种叛逆豪门千金的即视感。
但网友越扒越深，才发现光鲜亮丽、生活奢靡的比亚努其实家里条件并不好，父母生活在曼谷郊区，以务农为生。比亚努小时候也仅是个样貌普通的姑娘，经过了多次整容后，做了酒吧的女郎。她很会搞钱，除了在酒吧工作外，还从事成人直播，跟男友做白粉生意。往来于泰国、新加坡、中国，提供特殊的服务。如此浮夸张扬的性格，滤镜下的高颜值、好身材，这么恶性的案件，比亚努不仅没受到网络攻击，反过来还在网上圈了一大波粉丝。2周之内连续登上泰国报刊电视的头版头条，比亚努成了当时最热门的网络红人，人们甚至给他取了个绰号“甜心杀手”。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民众的视线好像并不在比亚努犯下的毫无人性的罪行，反而是他在被逮捕时拿的包成了网络爆款，拿来分尸的锯子被做成了钥匙扣，在网上售卖。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照片中所穿的同款 T 恤被抢购一空。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失去了判断，一部分疯狂崇拜比亚努，不但成立了支持比亚努无罪的粉丝团，社交平台还出现了跟比亚努同队这样的话题，甚至掀起了一股模仿的热潮。这也就算了，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泰国警方也给了比亚努为首的几个嫌疑人明星般的待遇。被捕调查期间，他们全程没有戴手铐，现场与比亚努合照的警员是络绎不绝。为了拍照效果好，警员还给他们补妆的时间。比亚努会在大庭广众下敷着面膜、鼻液，审讯的桌子上还备着零食饮料。以比亚努为首的几个犯人把警局当成了工作的酒吧，烟说抽就抽，全程谈天说地，大大方方地躺在警局的地上，盖着毯子睡觉，半点看不出这是罪犯的样子。如果不知道前因，这画面拿来说是某个明星的线下见面会也不为过。泰国警方在面对如此凶残嫌疑人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让大部分的民众极其的愤怒，来自各界的批评之声甚嚣尘上，警方不得不通过媒体进行回应，解释说，在没有最终定罪之前几个人还都是嫌疑犯，他们拥有化妆、吃零食、抽烟的权利。在警局中，警员也有很多，3名女性嫌疑人没必要戴着手铐。警方所有行为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能够放松比亚努几人的戒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更好的推进案情。这种说法，民众们并不买账，因为漂亮有时尚感、放荡不羁，警员就能够对她区别对待。受害人经历的痛苦谁来管？受害人家属看到这一切是什么心情？谁还能相信泰国警方？维利萨拉的母亲更是站到了镜头前，表示无法接受伤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还能如此的大摇大摆、谈笑风生，请求警方一定要给死者一个公道。极大的社会关注使得警方不得不紧急召开关于案件的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惊动了泰国各路媒体，出席发布会的人数甚至超过了2015年轰动泰国的曼谷四面佛爆炸案。警方公布了案件进度，反思了办案过程中的纰漏。此后，随着比亚努几人被暂时关押，没有更新的消息，媒体不再报道这起案件，民众对比亚努的关注度开始逐渐的减弱。可荒诞的剧情仍未结束，几个月后，案子又起波澜。2018年3月，比亚努案件开庭审理。正常来说，法庭象征着庄严、公正、肃穆。泰国法律也规定，在法庭上是不允许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可比亚努却堂而皇之的在自己受审时用手机在社交软件上跟别人聊天，不仅跟一个男性朋友大方的承认自己正在出庭受审，还飘飘然的说很高兴对方没有因为自己是犯人而感到害怕。比亚努在庭审现场拍下了自己穿着囚服比心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聊天记录被曝光，再一次疯狂传播。比亚努是无知无畏，可泰国的司法系统在一起案件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让民众感到非常的失望。最终，在2018年5月10日，关于比亚努的案件迎来宣判。比亚努因为谋杀、抛尸、损坏尸体、藐视法庭等罪名，判处了3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另外4名同谋也被判处23年到34年不等的刑期。他们被勒令支付1000万泰铢给受害者家庭，以及承担10万泰铢的丧葬费用。到这里，这起从凶残到荒诞的案件才算真正的结束。
比亚努就因为长得还不错，就受尽了警方的优待，受到了众人的追捧。相比起来，残忍的犯罪行为却被网络淡化。回顾之前讲过的案件，因为颜值出众，受到关注的罪犯并不在少数。长得漂亮是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加分，但并不应该适用于罪犯，因为恶魔再美，仍是恶魔。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